我们来听一个惊异的故事。据苏州城外的通安正志记载，在当地的古莲华寺，每年7月30，也就是晦日，古莲华寺里人潮涌动，只为目睹凡人登仙的神迹。那是从幽暗的池水中浮现出一朵巨大的红色莲花，流光溢彩，香气袭人。只要有僧俗二众、善男信女去坐上这朵红莲，花瓣就会缓缓闭合，慢慢沉入池中。所有人都说他们都已经登入极乐。这样一年又一年，香火旺盛滔天，看客人山人海。可是如此玄妙的事情，背后不会隐藏着什么吗？大家好，欢迎来到人间见禅。假作真实，真亦假。让我们继续这个传说。苏州城里有一位王状元，颇有威名。他的历史原型有可能是唐伯虎的老师王敖。据说王状元的母亲很虔诚，也想要脱胎换骨，早登极乐，于是就要求儿子办妥此事。王状元有些为难，因为他变装去看过，坐上红莲的那些人，在下沉至末顶的那一刹那，突然满脸表情痛苦，两行悔泪难以描状，所以他觉得此事很是蹊跷。但王状元又很孝顺，于是就先答应了下来。等到了一年的7月30，无数人涌到了莲华寺池边，要目睹王老夫人坐红莲登极乐。只见池水中的血红莲蕊再次冉冉升起，绽开怒放。王老夫人正欲上前，却被王状元一把拉住，说准备了几大袋礼物，随母亲天路作伴。说时迟，那时快，左右四重立即将几个大袋子扔到了莲花上，很快莲花就马上闭合了，然后摇摇晃晃地下沉。王老夫人着急不已，却见池水飞溅，水面雾气翻腾，一股腥臭阵阵。过了好久，只见污泥浊水之上，一条骇人的巨蟒已经死在了水面上。原来所谓的红莲，竟然是成精的巨蟒吐出的长长红蛇所化，缠绕成形，恰似一朵绽放的莲花。而王状元给的礼物其实是几大包生石灰，遇水则放热爆炸。靠着这样的计谋和威力，最终得以斩妖除魔。经此一事，苏州古莲华寺一扫污秽，香火禅事萋萋有序，当地形成了每年7月30嘎莲花的庙会传统，直到如今。这个有些惊悚的民间故事，在苏州、在嘉兴等多地，人物和细节有所不同，但都有所流传。你可能会问了，这个故事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也许想表达的就是，如果通往解脱的捷径过于完美，那通往的一定就不是彼岸，而是精心设计的陷阱。那些葬身蛇腹的人错了吗？他们的确很虔诚，但他们真的错了，因为他们的虔诚里藏着对感官殊胜的贪，藏着对自性背离的痴。现在可以让我们带出《金刚经》的那句知名寄语了：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什么是色？一切形象容貌的视觉外象。什么是音声？一切语言声骤的听觉外象。什么是邪道？并不一定是邪恶，而是偏离正道，让我们执着于外象，以假为真。在那个蛇妖故事中，所谓的莲台显现，不过是外境所迷。那么你可能会问了，为何我们还会在丛林大殿上看到那些闪闪发光的金装呢？这就需要我们走进历史，去寻找答案。从无相到万象，如果我们真的遇见了历史上的乔达摩悉达多，会认出他的脸，还是会认出他的声音？答案也许会出乎意料。在佛陀涅槃后长达500年，如果我们穿越回古代印度和尼泊尔地区，几乎不会找到任何一座佛像。那是一个无相时代，因为在那时佛陀并不以人形示人。早期佛学认为，一要避免偶像化崇拜；二，佛陀并非以身相解脱，而是以觉悟解脱。既然觉悟不可以用形象、用言语去形容，那么任何的外表都不可能去涵盖这位觉悟者，反而是对他的矮化。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关于佛陀的各种象征符号，比如白象就象征了他的入胎，摩耶夫人梦见一头白象进入左肋，从而怀孕；比如菩提树就象征了他在此树下的打坐，长达7天7夜，最终大彻大悟；比如竹印就象征了他在人间游历，度化众生走过的路，是无相时代的重要替代；比如空座代表了他在人群中的位置，在此说法或禅定；最后用佛塔代表了他的涅槃。然而转折从公元1世纪开始了。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因为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希腊文化和印度本土文化互相碰撞，在这里著名的犍陀罗艺术诞生了。佛陀第一次有了具象的人形，挺拔的身姿，希腊袍服般的深衣褶纹，完美的俊美面容等等。这种带有美男子特征的宝相庄严，就是万般佛像的起点。从此之后，南传的风格、汉传的风格、藏传的风格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辉煌。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无相到万象的演变，本质上是什么？是某种方便法。立根者知法，顿根者见相。可立根者总是渺渺，顿根者却万万千。若没有一个可以看可以拜的具象，便对于顿根者来说，那就无所依凭，没有信心。可是若只懂得去看形象，那又会如何呢？金刚经里有一句斩钉截铁的话，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32相是什么？那是世人所不曾拥有的，令人心生敬畏的庄严德相，一共有32种。但经典就是这样直接，在红尘世人的痴痴迷迷中，商流有一句棒喝，那就是告诫，绝不可以用这些虚幻的外相去代表真理。紧接着又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果还不领悟的话，
那说的就更加直接了。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便是指月之手的含义。我们要看的是月亮，而不是指向月亮的手。雕像也好，仪式也好，甚至经典也好，通通都是那根手指。而真正的月亮，是我们自己那颗不被外相所转的清明本心。喧嚣红尘，难辨真伪。讲了这么多，你可能会觉得道理都明白了，可这些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但其实类似的像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人类的本能是什么？我们喜欢闪亮，因为这意味着有水源，有生机。我们喜欢对称，因为这意味着那是个健康的生物。我们喜欢光明，因为这意味着捕食者无所遁形。这些帮助原始人生存的本能，却铸就了大脑认知中诸多无比顽固的偏见。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晕轮效应，有研究表明，同样一段话，让一个长相出众的人来说，可信度平均提高约30%；如果声音动听，可信度还能再提升约20%，而真正内容上的可信度却往往被忽略了。多年前就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在荧屏上曾经扮演过帝王的几位中年演员，都成为了广告商的宠儿。哪怕帝王将相早就没有了，哪怕他们也从未大权在握，但只要有虚拟的黄袍加身，也会受人追捧，让产品大卖。而真正让我们要警惕的，就是在现代社会中所精心设计的陷阱，比如成功学的陷阱。真正的成功是日复一日的枯燥积累，是不见尽头的穷思深耕，而成功学大师只会熬煮一大锅鸡汤。再比如网络交友的陷阱，真正的伴侣是平淡中的扶持，是琐碎中的默契，而情感骗子只会编织浪漫的杀猪盘。还有消费主义的陷阱，一辆香车不是代步工具，而是向往自由的象；一款挎包不是装载工具，而是魅力四射的象；一套华服不是保暖工具，而是人生成功的象。幻觉就是，只要你拥有了它，就拥有了它所代表的一切。拨开迷雾，回归本心。从古莲华寺的蛇妖，到佛陀无相的智慧，再到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形形色色的信息洪流，我们必须明白，一切外在的相，无论多么好看，无论多么好听，都可能会成为遮蔽我们的无明。真正的见如来，不是用眼睛去看一尊金身，而是用智慧去照见万物的缘起性空；不是用耳朵去听一段梵音，而是用自性去感受如如不动的本心。谢谢大家，让我们下期再见。